很多人说你创业失败了，你认可吗？失败就失败了，我不 care 的，我的失败的钱也是我自己一滴汗一滴血去，我没有去骗，没有去耍赖，我没有去逃避责任，但是我没有被打倒，我敢走出拳台，我敢不依赖那个拳台了，亏损也好，然后还是投入的很多精力也好，那我觉得这都是双刃剑的，我也有学到很多东西啊，我也在学习，我在商学院学习，我在学习，更多的商业理解，我在商业的这个领域，我刚刚才上场。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刚才大家看到的这段视频是邹市明在接受采访时候的一个表达哈。邹市明啊，他作为一个中国非常知名的拳王，他在退役的时候手里呢攥着大概差不多2个多亿，有2枚奥运金牌，1条职业拳王的金腰带。退役的时候的最后一战拳网的点击量超过了8亿。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一个知识啊，就是邹市明他其实是业余拳击比赛的拳王。大家知道啊，这个奥运会这样的比赛是不允许职业拳击手去参加奥运比赛的啊，比如泰森他就不能打这个奥运会，所以他降维打击了，是吧？对，这就好比当年 NBA 也是不能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就 NBA 的球员后来是允许了哈，所以美国就一路夺冠嘛。之后呢，他又从业余转为职业拳击，拿过1次啊金腰带，但是呢也就那1次而已哈。为什么呢？这个老梁他曾经有一段分析啊，就说这个邹市明的拳击打法其实啊跟职业拳手还是没法比的。就是啊，他的教练充分利用了业余拳击比赛的规则，是用一种躲避式的，就他身体比较灵活嘛，脚步比较灵活，他用躲避式的这种打法，然后抽冷的打你一拳，抽冷打你一拳，主要是靠点数而不是力量来赢得这个拳击比赛。那这种打法呢，其实是充分利用规则，没有任何问题啊。你参加奥运比赛夺得金牌都是含金量很高的，这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呢，如果转型职业拳击比赛，那就会遇到一些瓶颈。所以邹市明啊，其实没有在职业的拳击比赛中获得比较多的一个成绩哈。但是无论如何呀，他已经靠他的知名度和他赚得的这些奖金啊，还有代言等等哈，他正常过日子，其实下半辈子根本就不用发愁。但是啊，他在退役7年之后，他把手里这2个亿啊全都亏光了。上海外滩的豪宅卖了，北京的房子卖了，贵阳的房子也卖了，美国房子也卖了。对，现在据说是在租房子租了已经。对。他的妻子冉莹莹啊说，这个家里的水费一度要控制在100块以内，孩子在学校吃饭1顿饭的预算卡在39.5块。他在黄浦江边那家18000平米的高端拳馆，那7年里只有1个月是盈利的哈。那一个打拳打出来的奥运冠军，怎么就亏成了这样呢？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聊聊邹市明这2个亿是怎么赚的，又是怎么没的。在这其中啊，他的太太其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邹市明的钱啊，他的底子呢就是拳击打出来的哈。2届奥运会金牌，1条职业拳王金腰带，这是一个硬指标，市场呢就认这个，所以奖金、代言加上比赛期间积累的这些商业价值，这一块呢就是他真本事挣的钱。真正把邹市明的这个商业价值放大呢，就是2014年那个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这个机会啊，可不是谁都能随便拿到的。因为当年这个第1季的节目火了之后啊，所以后来中国头部明星家庭这都在排队等这个位置啊，就希望把自己的这个能赚这个综艺的钱，能够把价值进一步放大。邹市明能上这个节目啊，还是他的太太冉莹莹呢到处找关系啊，主动自荐，最后啊争取过来的。节目播出以后，他的儿子啊，然后那个胖乎乎的形象也是圈粉无数啊，一家人一下子就从体育圈火到了全网。靠着这一波的流量，邹市明那个商业代言啊、综艺合作接踵而来。到了2017年他正式退役的时候，家里的总资产已经快到2个亿了哈。对，这个金钱积累的速度其实是挺快的。对于奥运选手来说，其实你看拳击，它也不是说特别热门的嘛。你像就类似的像举重啊什么，都赚的钱很少。而且哪怕就是热门的，像一些跳水啊、游泳项目，很多奥运选手资产也达不到这个1亿元的级别。所以其实邹市明之前还是挺幸运的。对，同期一起上综艺的其他的奥运冠军家庭，其实无论是流量的热度啊，还是商业的变现速度啊，都比不上他们。对，这段时间呢，可以说邹市明和冉莹莹啊是最风光的一段时间。
邹市明他本来的性格啊，就是打完比赛呢，就可能想偷偷懒呐，想休息休息，调整调整。他最大的爱好啊就是打游戏。但是他的太太冉莹莹啊，据说就不满意，觉得呢，这丈夫啊不能只当一个退役的拳手啊，这更不能靠着这个家底儿吃老本，要把这份名气呢和资本继续做大。在2017年的时候，邹市明退役了嘛，那两个人呢就在上海黄浦江边开出了一个高端拳馆啊，也算是跟他的专业相结合。这个拳馆的面积啊，它一开就特别大，18000平米，年租金高达5000万。对，都不知道这两个人是怎么想的。你说5000万对于2个亿的身家，这占比也太大了呀！而且是1年的租金啊。对呀。那进口跑步机据说是一台20万，一盏灯就花了300万，年卡定价是38000到88000哈。当然了，他这是宣传资料里这么说的哈，就比如说灯花了多少钱，跑步机多少钱，会有一些这个夸张的成分在里面，因为这样呢可以吸引更多的高端客户嘛，觉得这里都是非常高价的、非常优质的产品，是吧？虽然它是奥运冠军开的拳馆，但它费用是上海的同行这个拳馆年费的5倍以上。对，拳击呢，在中国本来它就是一个小众运动，全国的这个搏击爱好者加起来也就500-600万人，而且这些人又分布在全国各地，而那些真正有钱的那些高端客户，就是能大把撒钱去为自己的体育爱好去花钱的，那更喜欢的往往是马术啊、高尔夫等等哈。你像王石他有登山，王石他也不会去打拳击是吧？所以就不太买这个拳击的账。所以这拳馆开业之后啊，这日均的客流量不到100人，最惨的月份一个月亏掉了300万。对，我觉得这是他们就属于典型的自己的定位不清楚。他本来是想说靠老本行跟拳击沾边，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没问题的。但你首先要去调研一下喜欢打拳击是什么人吧，对吧？咱就说不说普通白领了，你像很多中国人也是为小孩花钱比较舍得嘛。你说有钱人会送自己的孩子去学拳击这么危险的运动吗？对吧？对，有钱人是不会。你想，你38000到88000的年卡，你是希望有钱人来，但是有钱人不玩拳击，更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练拳击。那谁来呢？如果说普通的小白领，或者说就想消遣放松，他又舍不得花这么多钱，所以你整个就有点不伦不类在这。对，市场调研可以说没有做得很好。而有网友就支招嘛，其实你想，你没有必要开这么大一个拳馆，你就开一个面积还可以的一个旗舰馆，然后你就开连锁加盟，让大家给你交这个加盟费，因为你有名气嘛。其实你光收加盟费啊，你什么指导费、培训费，你就能赚了很多了。对，或者你先开个小型的轻资产运营嘛，拳击学校或者武术学校，背靠邹市明的名气，然后先试运一下，看看有没有学生来报名，对吧？你这都不需要太烧钱，也不用什么豪华装修，这跟豪华根本就不搭嘎。所以最后算了一笔账哈，大概是拳馆这一块就总共大概亏了1.6亿啊。年租金你想5000万，装修设备投入超过据说是6000万，每个月固定支出240万。说这个体育馆里面一杯咖啡都卖到了128一杯啊！那拳馆呢没做起来，两个人呢没有及时止损，反而一口气注册了20多家公司，跨进了餐饮、电竞、潮流服饰、奶茶、MCN 啊，什么都试一遍了几乎。冉莹莹开了这个私房火锅，人均消费335块，一份炒饭据说定价106块，远远脱离了大众的消费水平，又赶上现在消费降级，你想，所以他没撑多久也就关了。奶茶这个赛道他也跟风投进了哈，投了5000万，开了18个月就关门了。对，他们夫妻俩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叫做人呢永远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哪怕你凭幸运赚到的钱，你最后都能凭本事把它给亏了。这还没完呢，你说到认知这块，冉莹莹呢又铤而走险了，拿8000万投高息 P2P， 想把这个窟窿给堵上哈。结果 P2P 那几年行业集中暴雷啊，那 P2P 可是血本无归啊。对，后来呢又炒币，又投进去大概4000万，随着这个币价的剧烈波动也是归零了。电竞直播砸了2000万，内容跟同行高度同质化，没什么竞争力。2019年到2021年，理财项目又接连这个暴雷跑路啊，副业又全部倒闭。2022年呢，上海因为疫情，拳馆停业4个月，1分钱收入都没有。但是啊，房租和工资啊得照付啊，资金链就彻底崩了。退费和讨薪的事儿后来也接连爆出来。2023年这个拳馆就正式关停了。总之啊，7年下来累计亏空了2个多亿，只能靠变卖房产和奢侈品来还债。
而且懒莹莹和周世明现在正好在上一档综艺节目，因为我在微博上刷到过他们的切片，就是热度还挺大的。然后懒莹莹在里面呢还各种埋怨周世明，就是说现在感受不到丈夫的温暖了，觉得周世明怎么老是自怨自艾的，然后说特别希望周世明重新支棱起来。我就想说，你看你老公2亿身家都被你差不多败光了，人家没有说那个消极啊，人家只是颓废了一下，你还要在这埋怨，真的是无语。但是得说啊，不能说这个2个多亿都是因为他的妻子给败光的哈。这个说法是现在网络上很多人的一个说法，因为你想啊，在整个他们这么多的商业这个决策过程中哈，冉莹莹她应该是大概率是主要的操刀者，但是呢，周世明肯定也会亲身参与其中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应该第一啊，前面几个项目应该有收到了这个经验和教训，然后后面应该意识到风险。如果周世明他的认知足够的话，那完全可以在中途就叫停或者止损，是吧？所以他也是这个决策链条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啊。所以你不能把这个责任全都归结到他的太太身上了。他们的核心的商业主体上海周轩体育文化推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大股东、执行董事确实一直都是他太太冉莹莹。公司的治理结构上呢，他的太太是明确的主导者，而且2个人都签署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这意味着公司层面的这种亏损和负债最终会全部穿透到夫妻2个人的个人资产上。卖房还债呢，就不是一个道德姿态了哈，是签了字必须履行的法律业务。其实这我是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2个人要签这种无限连带责任。在2013年的时候，有报道就提到他们家里的这个财富规划是主要就是交给了这个他太太冉莹莹的。这个格局呢是那个时候就定下来的，因为这个冉莹莹呢，她的学历比较高嘛，后面我会详细讲。但是很可惜，7年折腾下来，他们的财产没了，婚姻呢也跟着受了伤。2个人呢现在据说已经分房住了3年哈，说有3次都已经走到了民政局门口准备离婚。现在的这个关系被外界呢就形容为是还债合伙人。现在这个离婚还是没有离成哈，2个人还在合伙来继续他们的事业。冉莹莹呢曾经在深夜发文说，这7年的时间2个亿就像一座被台风卷走的沙堡，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令人痛心啊。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哈，他当年那个《爸爸去哪儿》那波成功，其实本质上还是吃了周世明这个个人的 IP 和这个节目平台的红利，并不是靠他们2口子的商业运营能力做出来的。这一点他们自己估计当时没有想明白，就觉得自己在商业上能够在其他领域开疆拓土，获得更多的成功，所以他们就重资产就投入了。因为这个综艺带来的这个流量红利，跟真刀真枪做这种拳馆线下的实体生意又是重资产的投入，那是2码事儿，是吧？前者靠的是曝光和话题度，后者考验的就是选址定价、成本控制、团队管理这些经营的基本功。这个能力可以说这2个人，包括这个高学历的冉莹莹，是从来没有被市场验证过的。对，而且同样上这个《爸爸去哪儿》的，包括其他的父子也有说凭借这个节目爆红的，或者说曾经红过，凭借它翻红的，也都是短期的一阵子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又被市场忘记了。比方说，我记得有一阵有个叫张亮的父子俩吧，一个厨师也是参加《爸爸去哪儿》，然后突然爆红嘛，但是后来也就有点像销声匿迹了。我们再回看这个冉莹莹，她的学历和她的履历。他呢有一个央视主持人的 title 但实际上网友后来扒出来说，这个实际上这个 CCTV 证券资讯频道的主持人跟央视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这个频道呢2017年就因为节目质量问题和部分主持人打了央视旗号然后被停播了。对，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就是像是那种挂靠的，跟中央台其实根本就没啥太大关系。对，就说明这个平台背后这个公司呢，可能制作水准也没有那么高，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背景，就是类似于挂靠在 CCTV 下面的一个，但是要独立经营的这么一个所谓的频道。再来看一下他的学历，是对外经贸大学的本科。对外经贸大学当年也是高考非常高分的一个学校，据说冉莹莹呢也是他们高考本地的状元后来呢，他又上了北大的一个 MBA， 这些标签听起来确实挺唬人。但是第一，学历不等于商业才华，而且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个学校是真不教人怎么赚钱。中国的高考它主要是通过高考来筛选一些能力比较强，然后
或者自控力比较强、智商比较高的人，他进入这些名牌大学的门槛比较高。但是在学校里面，其实学生能够学到什么真本领吗？没有，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你比如，尤其像商业这方面哈，这些 MBA 的老师也好，或是商学院的老师，他们自己本来都赚不到什么钱，你说让这些老师去教学生去赚钱，这不是很可笑吗？而且这些学校里你认识的人，像 MBA 这种班里的人哈，也不一定就等于人脉，你还得有自己有能力、有名气哈，或者是有实力才行。其实真正赚钱的那些认知啊和门道，都在家族内部进行传承，往往是秘而不宣的。所以一个人在商业上要想取得比较大的成功，要么就是你靠硬实力，像扎克伯格这种智商特别高，又赶上运气好和时代的浪潮，要么你就是靠领悟能力，要么就靠家族的传承或者贵人的点拨。总之你是别想在学校学到什么真正赚钱的能力的。真正的这种商业才华是你得在商海里面摸爬滚打，你被市场检验过，能持续赚钱，那你才叫真正的能力。无论邹市民是靠拳击和广告代言赚的钱，还是冉莹颖的这个商业运营，到目前来看，都不是他们商业能力的一个体现。咱们得提到这个名人做生意其实最容易犯的错是啥呢？就是拿自己的知名度去赌一个完全自己不懂的重资产行业。你看体育和音乐这些行业赚到的钱，跟商业经商能力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商业要复杂的多。咱们对比看看两个成功案例第一个就是卡戴珊家族的这个克里斯詹娜，她的丈夫布鲁斯詹娜呢是过气的一个10项全能奥运冠军。这个项目其实也没啥市场，没什么人看那克里斯呢就没有让他碰任何的实体生意，一辈子就只做演讲和代言。纯粹就是卖一个奥运冠军人设，不卖产品，所以呢就规模不大投入也小，但是风险极低所以他们靠这个稳定的赚了大概5000万美金。后来他们著名的那个女儿金卡戴珊做内衣品牌成功之前，其实已经失败了8个项目，但是因为一直都很谨慎嘛，投入很小，所以也没打亏钱。等到他个人的身价攒了接近5亿美金，攒够了失败经验之后才决定真金白银砸进去做实体，亲自选面料做设计，这才做成了那个内衣的项目。第二个案例就是贝克汉姆夫妇贝克汉姆退役之后，跟齐达内罗纳尔多这些球星是一样的，商业价值也是面临着大幅缩水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维多利亚就他太太给他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开实体店，而是持续经营他的个人 IP 和形象，把这张脸呢就卖给各大时尚品牌。头几年呢，一年也就挣个1000万英镑左右4年以后就做到了5000万英镑以上，而且极其的稳定。后来呢，慢慢这个团队他就养到了上百人。等这个现金流稳定之后，他才敢去投迈阿密国际球队这种重资产的项目。而且他这个10亿美元的这个建队的资金，大部分是拉着资本一起来分担风险的，自己没有掏多少钱。他签下梅西之后呢，就大获成功了。贝克汉姆呢，其实他本人只占队里25%左右的股份那国内呢也能看到一些对照，比如有明星呢，他做火锅品牌做加盟生意是吧？火锅店虽然最后倒闭了，但明星本人几乎没受什么影响，因为他们只出这个个人 IP 占股份来挣那个加盟商的钱，也就是说在实体经营上他们没有投入多少钱。而如果万一是火锅店亏损，其实亏的也是加盟商的钱，跟他们没啥关系。这个做法呢好像不太体面，但是风险很低所以邹市明如果当年他开拳馆也主要靠开连锁店挣加盟费的钱，那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有一个近在眼前的对照，那就是王石的太太田朴珺。你看田朴珺前段时间在媒体上好像风评很一般是吧？就觉得好像各处沾王石的光，然后去采访商家大佬，实际上自己没那么多实力。但是田朴珺人家有一个优点人家没有去糟蹋王石的钱，去重资产去投入一些什么东西他搞的都是一些轻资产的，包括什么访谈节目还有什么礼仪学院等等这种项目。那他比冉莹颖聪明的地方就在于懂得轻资产重 IP 这条路，人家就不去这个重资产运营是吧？王石的身家因此也保住了，进可攻退可守。冉莹颖呢，他走的就是一个相反一条道，那而且一条道走到黑可以说就投的项目大部分都是重资产，而且就全砸进去了。其实当年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赛道，就是说邹市明如果真想凭着名气做生意，和体育品牌来联名，比如做一个运动品牌卖服装鞋帽，这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
最成功的，你比如说就是乔丹哈，每年呢，现在这个耐克和乔丹联名的那个飞人乔丹系列，能给乔丹带来30亿美元的收入，他什么都不用干。那我觉得你高估周世明了，周世明联名，我觉得没啥人愿意买。是。我只是说这个最成功的案例嘛。现在库里也这么干了，就和李宁在合作嘛。周世明没有他们的这个商业价值高，没有他们名气大，但是可以和一些中小品牌搞合作呀。肯定是有一些中小品牌是愿意的。周世明大不了就自己拿的分成低一点嘛，但是呢风险就会降到非常低呀。而且你想，服装鞋帽那是全国人民都能买的这种大众品牌，潜在的客户的基数可比那个服务什么小众人群的这个拳馆要大得多。偏偏他们就选了后者，而且是这个小众市场里成本最高的那种做法。所以商业媒体啊，在采访这场破产的时候，就绕不开一个问题：哎呀，是不是不应该让太太来管钱啊？是吧？这就让有人就想起嘛，早年有记者问那个企业家郭广昌说：“哎，是不是你太太在帮你管理你那么大的一个身家，这个财富帝国呀？”郭广昌当场就反问说：“做企业不是过家家啊。”那你知不知道账户上有多少钱？账户有财务管着呢。啊，不是太太。你以为过家呢？你看放到周世明这儿呢，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家庭财富的经营管理啊，其实它本身是一件极其专业的事儿，不应该因为太太是枕边人又有高学历，就自动拥有了全权接手的这个资格和能力。所以我就说呀，为什么你不能全怪他太太呢？那周世明其实本来你有非常大的一个决策权，你自己要么你放弃了，要么你的风险监控不够，你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嘛。周世明据说现在的负债是5000万到1个亿之间哈，凭他现在这个知名度，还有奥运冠军这块牌子，再加上这一轮全网关注带来的话题度，翻身的可能性其实还是有的。最现实的一条路现在看就是签约 MCN 机构，专心做带货直播。那这条路呢，现在已经他们在走了，两个人都签了直播机构嘛。冉莹颖每天直播呢能超过据说14个小时非常卷，非常拼。周世明呢也放下了冠军的架子，一起跟着卖货这条路对他们来说是可行的应该也是有利的。卖货这件事儿不需要重资产的投入，也不需要复杂的公司治理，靠的还是他的个人 IP 和知名度，这恰恰是他们拥有的，也被市场检验过的东西。当然希望他们如果还完了债，又能赚回一笔钱，这次一定要记住亏损的教训，不要再碰那些生意了，先把个人的 IP 经营扎实了再说。名人手里的钱其实是经不起生意场上的这种赌法的，踏踏实实做好自己被市场认可的那部分才是真正的康庄大道。好，本期就讲完了，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评论、点赞，下期再见。下期再见。人会把钱放给自己的老婆来管理吗？有一段时间，后来钱都放在公司。蒙大哥是有说是不能放在老婆那边管，他那种是老一辈的武行的心理，这个也能理解。为什么？武行不信女人的，香港的老一辈的武行都不信女人，几乎是通吃，不会相信女人的。Hello， 宝贝们，我是一个非常疯狂的高跟鞋爱好者，所以在我的柜子里有非常多的我喜欢的高跟鞋。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打下的江山。这个品牌呢叫做 Match， 它是乌克兰的一个小众设计师的品牌。它的鞋子呢，一般我们要提前半年订。它是现在所有的就是好莱坞的演员都非常喜欢的牌子，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品牌。MB， 就是你穿起来还是整个在你脚踝上。心头爱的 Top 3，你会选哪3双 ？Top 3，我会选这个，我很喜欢，它也是那个绑带型的，就是我把这个绑在脚踝上穿。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品牌 RC， 它还有另外一款，这把你看它鞋底精致吗？就美到了细节上，竖长的。这个是第2名，然后第3名的话，这双鞋子大概跟了我有7、8年了。它有给麦当娜就很多知名的歌手，你去看 Super Bowl 不是那个中间唱歌，他们都穿那个大靴吗？都是他做的，他是来自中东的一个设计师，然后他这些全部都是他自己手工做的。我比较喜欢就是还是有点造型感，不喜欢太简单的。我太多鞋类，我看介绍不完了。姐，这双是什么？可以给我说一下？不要。